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报名说。这期我要说的话题是一半的飞机不能飞，美军问题成堆，严重的损害战斗力。现在国际军事斗争的焦点在乌克兰战场，这也是美国军事界讨论最多的话题。但是要说起美国海军和空军最关心的还是太平洋战场和中国。美国认为自己在轰炸机和战斗机方面拥有数量和技术上的双重优势，这是客观事实。美国的战略轰炸机部队和第3代、第4代战斗机的数量要比中国多得多。不过呢，最近的一份政府报告表明，美军战机虽多，能用的却不多。最近呢，美国政府审计总署发布报告，说美国空军海军的主力作战飞机完好率大概都只有一半左右。美国空军186架 F-22猛禽战斗机中，大约只有93架可以随时出动。美国海军的主力 F-A-18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共530架，只有267架能打仗，完好率呢只有51%。如果按照军方的战备要求，这两种战斗机的完好率应该保持在75%。其他飞机的状况也不怎么样。美国空军派驻关岛的 B-1B 轰炸机曾经飞到南海来挑衅，它的完好率只有 40.7%。62架在役的 B-1B 当中，只有25架可以升空出动。号称美国最大号的战略运输机 C-5M 银河，完好率是 57.5%。美国空军杂志对这么差劲的状况是百般的辩解，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空军的装备服役太久了。2021年，美国空军机队平均机龄是 30.55 年。B-1B 和 C-5M 的平均机龄是33岁，老式飞机当然更难维护，而且经常会遇到零件短缺的情况，因为供应商已经停产了，有些零件供应商都不存在了。不过这显然是托词因为正在生产的最新的 P-8A 海上巡逻机完好率也不超过 67%， 它是在波音737的基础上改装的，各种零部件都有充足的供货。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美国海空军最近一些年太忙了，没有时间好好的保养飞机。比如说 F-22的隐形头层的维护一定要回到本土的专用机库里进行。还有一些飞机的出动率超过了设计指标，比如说超级大黄蜂起降太频繁，损耗太大，这个也是强词夺理。任何武器型号的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不同的使用要求和使用的场景，如果不能满足起降频次的要求，那军方是怎么验收的？美国的海空军不是没干过退货的事儿，波音公司的 KC-46 加油机就曾经被退货，解决了质量问题以后才重新接收的。零部件停产呢也不是理由，美军一年8000多亿美元的军费，完全可以寻找新的供应商来复刻。审计总署就指出美国海军2021年的预算是1610亿美元，结果还自称没有足够的资源，导致一半的战斗机停飞，这实在说不过去。美国空军已经发明出了新技术用金属 3D 打印机来为 F-22打印零件呢。因为技术上的进步，有些新零件甚至比传统的工艺生产的老零件更轻、更结实、更耐用。有这么厉害的技术，还会发生主力飞机趴窝，只能说明美国空军和海军的人员队伍出问题了。自从911事件以后，美军先后发动了多次局部战争，正式参战的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，美国还非正式的参加了叙利亚战争。这几场战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那就是战争的非正义性或长期性。美国军人在这几场战争当中找不到任何价值上的认同感，漫长的战事也看不到胜利的终点和服役的尽头。在同一个时间段里面呢，美国国内的社会问题也是越来越严重，种族问题、身份认同问题、毒品问题、债务问题，都让美国越来越呈现出帝国末日的景象。这样的情况当然也影响到军队了。在美国军队当中，混日子已经不是严重的问题了，军人吸毒犯罪都不新鲜。这2年还发生了多起军人意外身亡的事件，特别是2021年，美国胡德堡基地的女军人吉伦被杀害肢解，造成恶劣的影响。如此种种让美军失去了锐气和战斗力，装备保养上的不妥善已经算不上是最严重的问题了。美军以及美国社会的体制性问题是审计部门没有能力解决的。
美国海空军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钱买新飞机。美国空军呢已经得到国会的批准，把62架 B-1B 中的17架退役，拆成零件供给另外的45架用。海军打算采购 MQ-25 无人空中加油机，减轻超级大黄蜂的压力。照这么下去的话，美国政府的军费涨得再高，也要被维护费的黑洞吞没。美军的实际战斗力已经支撑不起霸权主义的梦想了。那还有多少能力可以继续到中国周边沿海来自由航行呢？好，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。